中国应试英语和外教沉浸式语言陪伴到底哪个有用？虽然大家在网上看扎铁英语不好都觉得是个乐子，但是现在其实情况是有点严重的。幼儿园老师跟我说，他现在是班上唯一一个26个英文字母还不认识的学生，而且学习态度极其恶劣。现在的问题是他的英语是比正常中国小孩差很多的。但说实话，我跟大胖媳妇心都挺大，我俩一直觉得语言环境毕竟在这儿呢，早晚有一天他会井喷式爆发。但是我爸这个当年铁岭高考第2的学霸，完全不认同我们的教育理念。我爸决定，学习他就不该是快乐的，该死记硬背就死记硬背。我爸回忆起当年自己学英语时候的第一招，就是谐音记单词，比如说 past 害虫就是拍死它。我爸在这里下了很多苦思，怎么创造谐音让孩子记住。比如说厕所 toilet， 我爸就想超累。于是我爸是这么解释的：咱姥爷告诉你，你爸要是在这里边拉肚了，然后姥爷就得给掏，你说不累吗？掏累。张大铁呢还真听了，所以厕所是啥？拉肚子。没听对。来告诉你，你用汉语记英语单词，你就能记住了。刚才姥爷还说啥了？用英语说厕所怎么说了？我爸。但是我爸不灰心，还启用了第2招，叫语法顺口溜。音在里，奥在外。在旁边这是比赛，男是 he， 女是 she。这个一定要牢记。片是片是，a 炮是安，a 炮是安，这样一记很简单。大胖媳妇下班回家说，这背的是啥呀？完全没听出来这个顺口溜跟英文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我爸很生气，你管那我是死记硬背还是啥方法的？那只要这么背教他就会了。我爸说，我得睡觉了，但咱俩换班，你必须领孩子巩固3遍以上。你上点心，好好当把爹吧你，要不然我现在给张小玲打电话，说你啥也不干，孩子还不管。于是大胖媳妇非常困惑的开始跟扎铁巩固他一个字儿也没听懂的英语语法。 more 是多 ，less 是少 ，more 是一定。这不得了，为什么不得了？这一天就不得了。几分钟后，大胖媳妇因为没听懂里边的英文，跟张大铁进入了一种神奇的中西哲学循环模式。印在里，奥在外，在旁边的是比赛，比什么赛？顺口溜。什么顺口溜？印在里，奥在外，在旁边的是比赛。什么比赛？顺口溜。印在里，奥在外，在旁边的是比赛。比什么赛？印在。你有完没完？在旁边的是比赛，听到了吗？比什么赛？家里就是这么混乱，只有我还在外边独美。我在外边旅游，其实作息也够乱的。年纪到了，皮肤还面对高压情况，还好我带着娇兰第4代黄金复原蜜，唤醒深层修护信号活性，干皮油皮豆爱的轻盈质感，吸收很快。3种黑蜂蜂蜜和上品蜂王浆修护更深。从此，张大铁小书桌的这个区域被我爸划定为英语角。在旁边的是比赛，印在里，奥在外，在旁边的是比赛。我们刚学了点静下来，你错了，不是不是比赛，刚说的静下来就是比赛的。印在里，奥在外，在旁边的是比赛。比赛。我有说比赛。我爸发现扎铁的英语就是被这个说英语的人耽误的，于是我爸痛定思痛，决定了要想练好英语，首先要和说英语的人做切割。这个英语角，外国人没事别来。外国人不许来英语角。印在里，奥在外，老爷在我的比赛。外国人来中国玩不会英语怎么沟通？今天我学到了硬沟通。我们今天呢带着我婆婆去故宫了，到了故宫那问的全是问题，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呢没睡好觉，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你们给他翻译，你们给他解释吧，我解释不动了。然后我这几个朋友呢英文很有限，4级都没过，但主打一个勇敢。故宫啊有一个龙形的排水系统，就是下雨下多了都流到龙这儿，然后龙再以这个喷泉的形式喷出来。温迪就问这是什么？我朋友说温迪，When there is many water, it goes to the dragon, and then the dragon。不温迪一脸呢，让温迪听懂了。然后故宫还有那种动物型的避雷针吗？温迪说那又是什么？另一个朋友说这个我解释，温，哗啦啦啦，唰唰唰唰唰，咔咔咔 ，you know this。温迪说避雷针。也听懂了。然后游完故宫我还说，我说温迪今天我就不太舒服，不好意思没给你翻译。温迪说我都听懂了，反正我觉得你吧有时候就自己操心，老往自己身上揽活。比如你跟我儿子啊，我都看出来了，就你老给他翻译，他就啥也听不懂。你越翻译他就听不懂。哎，你就不翻译，我就不信他沟通不了。我这排水系统和避雷针，最后我不也听懂了吗？你要放松，你要相信，地球没你照样转。你越操心，你活越多。然后第2天我们出门，我跟大胖雪在车里，他就跟我说，你跟司机说停下，我上厕所。我说我就不翻译，他没办法就跟司机说 Sorry， 我上厕所。师傅说你憋10分钟，10分钟到了。大胖雪又跟我说你跟他说我等不了。我说我不说，给他急的，坐在副驾驶上跟师傅说 I can't 憋，我的上厕所不是，我的上厕所是哗。师傅听懂了 ，You must 憋啊，这个老外 out of control 了 ，out of control 了。We will 到了。然后我就发现了，其实温迪说的很有道理。就以前我认为这种事就必须我来翻译，我来管，但实际上你说没有我，也就硬沟通也都整明白了。我要不翻译，他可能也就学汉语了。那天跟我说，你别老觉得这家没有你孩子活不了了，你就出去喝酒去，出去蹦迪去。今晚我给你管孩子，我跟你说，你出门时候还哭，你都没到1楼呢，还把你忘了，没事儿。然后我就真去了。我走的时候，我爸还说，哎呀妈呀，当妈了这裙子穿太短了。温迪，等我
哄睡着，我也要去找他跳舞的。那你们看着我裙子呢？我都当奶了，我裙子更短。那当妈的都穿棉裤蹦迪，那以后谁还敢当妈呀？然后温迪啊来中国找我们之前就问过我说，我如果去中国可以住你们家吗？需要收费吗？那我肯定不能收费。但我当时就逗他，我说那需要啊，咱们都 AA 制嘛。然后他就当真了，他就把我家附近酒店都搜了一遍，就攻略已经做好了。然后我昨天就跟他说，我说收房费这事纯属逗你玩，我能收你钱吗？但是你搜的那些酒店，你能给我看看吗？我有时候真想出去住2晚上，就你儿子呼噜打的，我有点神经衰弱了。然后正好呢，第2天就是我们约的宜家的改造设计师来我家要改造聊方案，然后我就跟人聊说孩子啊，床希望怎么地，桌子咋地，温迪就搁旁边偷摸捅我。孩子没有必要一人一个屋，他还不加班。你让设计师把他俩整一个屋去，你自己要个屋，这房间就是你的，你让他给你加个密码锁，再整个隔音墙。你觉得这屋爆炸了，乱的不行，说你咔一锁，你就一门隔断人间事，别开门，你老公自己照顾孩子，地球没你照样转。宜家的设计师也是个女生，一下就理解了我的需求。以前的房间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这个房间现在就是我充电区。宜家可太会选床品了，像这个床垫，我一个浅睡人士也能睡得老安稳了，支撑非常给力。你们也可以下载个宜家 APP， 给你的睡眠选几个我同款垫被的。现在呢，我改装的房间给我了，温迪也快离开了。我躺在这个房间哈，我就想跟大家说，所有的女生，尤其是妈妈，都应该告诉自己，地球没你照样转。因为这房间的主意是我婆婆怂恿我这么做的嘛。我婆婆呢和所有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我很感激她，就是她确实慢慢在教会我一个事儿，就是人啥时候都要学会爱自己。当大胖媳妇儿第一次冲浪，好紧张啊！ Hey brother, hey brother, hey brother, hey brother, ay chico bravo！ 哎呦我的妈！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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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大意了啊！俺家张大铁闯了一个大祸。我出差在机场，安检是给我叫住了，说我包里有管制刀具。我说我包里肯定没有管制刀具，然后一打开全是刀具。那么我为什么要携带管制刀具呢？是这么个事儿。张大铁老干部一生只爱热面条和大米粥，一给他吃别的就说胃里有火，因为他的口味非常的中国老头。我们呢就很少在家吃西餐，但是昨天呢家里来了一个外国朋友做客，于是大胖媳妇精心准备了一顿西餐，整的挺正式的。然后他爸呢就递给了他一对刀叉，这是张大铁人生第一次用刀叉。面对刀叉吧，铁哥不爽。 他不会用，但是铁哥好面儿啊，全桌子别人都在用，他心里再不想用，他也得装融入。刚开始吧，还真硬装了一会儿。然而他姐口无遮拦，当着众人面说他拿反了，开始纠正他，那这他就没面子了。然后他爸还有我们来自澳大利亚的朋友都来告诉张大铁他用错了，都来纠正。是另外一个手，是这个手。那铁哥面子上过不去了，我听不懂你说的话，我吃不惯你做的饭，你还上这纠正我如何做一个 gentleman？ 跟谁俩呢？跟谁俩呢？ 什么事儿？拿铁，你不用刀叉，咬不动牛排。你擦我的右边，你咬不动，来都咬不动，什么玩意呢？别人纠正他咋用刀叉，他几分隐忍几分凉薄也就过去了。他最受不了的是我问他的时候，南铁你干啥呢？你刀叉呢？你什么问题？你平时不用筷子吗？他们都是外国人，你搁这中咋呀？你搁这中咋？用筷子还是刀叉我不管，但牛排确实咬不动，大胖媳妇都塞牙。幸亏有飞利浦钻石 AI 刷，微泡水流科技很轻松刷进牙缝，效果比手动牙刷好20倍。AI 刷头智能调节力度，像他爸没轻没重的也不伤牙龈，30年技术沉淀信得过。所以我为什么携带了管制刀具呢？就是昨天一个晚餐，一桌子老外，一桌子刀叉，一桌子英语，这个家洋气的令他陌生。于是他决定把晚餐西化的苗头扼杀在摇
摇篮里。即使他还没有从摇篮里走出来多久，他听说我今天早上起床就要出差，我要离开北京去往上海，一不做二不休，上幼儿园之前把这些罪恶的刀叉全都放在了我的行李箱里，好让我带着他们滚出北京，滚出北京。最可怕的是，我给大胖媳妇打电话，发现家里刀叉都没了，挺嫉恶如仇的一个人啊。监控里面更是发现了很多刀叉消失的作案线索。就连我妈扔垃圾的时候，她都悄摸跟着往垃圾袋里塞。哎呦我的妈！其实我早就应该预料到他一度换水，当天晚上吃完饭就已经有端倪。你在干啥呢？张小铁，你在干啥呢？你让我看看这是啥？你干的，你把叉扔厕所里了。我刚才拉了一个叉子，拉了一个叉子。